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座价值约11亿美元的 ANFPS-132 战略预警雷达矗立于此。这部探测距离超过5000公里的天眼，是美国导弹防御网在中东的核心节点，能够监视伊朗全境的导弹发射。2月28日，数十架无人机蜂群般涌向基地。尽管部署在波斯湾的宙斯盾舰和 E-3F 预警机锁定了这些低空目标，并通过 F-15E 打击鹰 NASAMS-D 对空导弹系统、爱国者 CRAM 自动机炮以及高功率电子干扰，实现了85%以上的拦截率。但第二波次的法塔赫2高超音速导弹却趁势成功突破防御网，直接命中了雷达的一个相控阵面，挖去了美军的天眼。但这仅仅是序幕。3月1日深夜，伊朗无人机低空掠海，成功避开了美军的防空雷达网，逼近科威特舒艾拜港。它的发动机发出摩托车特有的突突声，在夜风中若隐若现。无人机直接撞入港口内的一处美军战术行动中心，剧烈的爆炸撕裂了夜空。这座自1990年代以来就是美军关键后勤枢纽的港口，瞬间陷入混乱。这场袭击造成6名美军士兵死亡，实际受伤人数超过60人。接着，位于阿联酋扎夫拉空军基地、约旦穆瓦法克萨尔地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以及以色列内瓦提姆空军基地的多处萨德系统的核心 ANTPY-2 雷达接连遇袭。每套雷达价值近5亿美元，生产周期漫长，全球仅12套。伊朗用数十架无人机的低成本饱和攻击，撕开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反导体系。在3月17日的最新冲突中，沙特凯苏马机场附近的 ANFPS-117 远程早期预警雷达遭到多架无人机超低空渗透攻击。由于 ANFPS-117 本来负责为后方的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提供早期预警数据，其被摧毁缩短了防御方的决策窗口，使得后续的导弹或无人机更容易渗透进腹地。这一连串打击的背后是同一个主角，被戏称为小摩托的沙赫德136无人机。这种造价仅2万美元，装着民用摩托车发动机，用胶合板螺旋桨推进的简陋武器，正在系统性瘫痪全球最先进的防空网络。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小摩托背后的身世，这正是军事史上最有趣的技术回旋镖之一。其技术源头不是德黑兰的地下工厂，而是40年前冷战时期西德道尼尔公司的废弃图纸。他从德国流亡到以色列，在哈比无人机身上获得新生。他东渡中国，催生了 JWS-01 和 ASN-301 的国产化传奇，最终在波斯高原完成了草根逆袭，并频频现身俄乌战场，甚至连高高在上的美军也加入了仿制队伍。这是一段跨越3大洲、纠缠40年的技术流浪史，也是一个关于数量如何压倒质量的战争预言。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苏联的萨姆6D 空导弹首次实战，由于其技术上的先进性，成为了以色列空军名副其实的噩梦。在战争初期的苏伊士运河上空，平均每3分钟就有1架以军战机被萨姆6击落。以色列空军在开战初期的关键48小时内，几乎无法对地面部队提供有效支援，导致以色列装甲旅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损失惨重。面对这种能够伴随装甲部队推进的机动防空系统，美国和西德意识到，传统的 AGM-4-5百蛇鸟和 AGM-78标准反辐射导弹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它们从发射到命中只有几十秒时间，如果敌方雷达在这期间关机，导弹就会失去目标。要摧毁萨姆6，需要一种能在目标区域上空长时间盘旋，一旦雷达开机就立即扑杀的武器。这个想法催生了无人机发展史上一个被遗忘的先驱——西德道尔反辐射无人机。1980年代中期，西德道尼尔公司的工程师们在图纸上勾勒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飞行器。这种飞行器长 2.3 米，翼展2米，重约110公斤。它没有座舱，
没有起落架，甚至没有传统的机身结构，整个飞行器就是一对三角形的机翼。这种设计在低速下升力极大，能携带更多燃油以延长待机时间。无人机预先封装在发射筒内，由一辆慢卡车的发射装置弹射升空，火箭助推器将其推入巡航高度。在机尾，一台菲希特尔和萨克斯公司生产的排量为500cc 的 Limbach L550双缸2冲程发动机，驱动着一副双叶推进式螺旋桨。在机头安装由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提供的宽频被动雷达导引头，其在空中可盘旋长达3小时。一旦捕捉到敌方雷达的信号，就会带着32公斤高爆炸药径直撞向目标。这个项目被命名为 DAR， 是德语反雷达无人机的缩写。美国人则给它起了个更形象的代号——蝗虫。顾名思义，它应该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地涌向目标，用数量压垮敌人的防空系统。到了1980年代末，DAR项目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原型机完成了试飞，发射车通过了测试，导引头技术日臻成熟。按照计划，DAR将在1990年代初期进入西德空军服役，但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两德统一。1991年12月26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红旗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升起。一夜之间，那个需要DAR去压制的苏联装甲洪流消失了，项目也随之被正式取消。不过，在DAR项目尚未正式取消的1989年，道尼尔公司与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反辐射无人机技术。当时的以色列虽然已经在无人侦察机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1970年代研制的侦察兵和猛犬无人机在1982年贝卡谷地空战中作为诱饵和侦察机表现出色，但在反辐射察打一体无人机这个细分领域，他们还是新兵蛋子。在随后的几年里，以色列工程师深度参与了 DAR 的后续研发。当1994年德国人决定放弃 DAR 时，以色列人已经做好了接过衣钵的准备。结合自己在贝卡谷地的实战经验，融入本国电子工业的优势，最终孕育出一个真正影响世界的武器系统——哈比。这个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鹰身女妖。一个基本的哈比火力单元由54架无人机、1辆地面控制车、3辆发射车和辅助设备组成。每辆发射车装载18架无人机，分3层3排布置，每个发射箱装2架。整个火力单元可以在短时间内将54架无人机全部升空，对目标区域形成持续数小时的覆盖。这种作战模式在1990年代是革命性的。我们知道，传统的防空压制任务需要出动有人战机发射反辐射导弹，而敌方雷达只需保持静默就能躲过打击。而哈比有足够的耐心，在目标上空盘旋数小时，等待敌方雷达开机。加之无尾大三角翼构型、玻璃钢、塑料等复合材料，低速超低空飞行，哈比在隐身性能上呈现出无心插柳的天然优势。哈洛普是以色列在哈比基础上研发的第2代反辐射无人机，它不仅继承了前辈的雷达猎杀能力，还在机头下方增加了一个高性能光电吊舱，航程可达1000公里，能够在目标区域上空盘旋待机6至9小时，演变成了一种全能型的自杀式巡飞弹。后来，阿塞拜疆在奈卡冲突中将哈洛普发挥到了极致，大量摧毁了亚美尼亚的 S-300PS 雷达。早在1994年，中国以5500万美元的价格从以色列引进了约100架哈比无人机。这个采购决定体现了中国军方对世界军事技术发展潮流的敏锐把握。在大多数国家还在争论无人机是否有实战价值的时候，中国已经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反辐射巡飞弹。按照合同约定，这批哈比无人机在服役10年后，于2004年12月将被运回以色列进行技术升级。就是这看似寻常的技术升级，却引爆了一场国际外交风波。
虽然911后中美已经进入了反恐蜜月期，但当哈比无人机抵达以色列时，时任布什政府反应极为强烈，引发了美以关系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裂痕。美军担心，如果中国获得了哈比的技术升级，特别是加装卫星链路和更灵敏的巡标器，将直接威胁到美军在台海或亚太地区的雷达网和宙斯盾舰，所以要求以方扣留无人机并解除合同，甚至暂停以色列参与 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的合作，并要求以色列国防部相关官员引咎辞职。这场博弈持续了将近1年，最终结果哈比无人机没有进行升级，原样返还给中国，且拒不退还已经支付的升级费用。这是美国在2000年强行拦阻费尔康预警机交易后，在2004年又利用哈比升级事件对中以军事合作进行了补刀，彻底终结了以色列作为中国高端武器供应商的角色。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了中国在该领域的自主研发。中国随后在哈比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在通信、链路和巡标器领域的进步，仿制了国产化的反辐射无人机 JWS-01。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研究所后来研制出 ASN-301，其导引头性能大幅提升，能够覆盖2G 赫兹到16G 赫兹的超宽频带。这意味着它不仅能打老式雷达，还能对付爱国者和宙斯盾等现代相控阵雷达。另外，与以色列老式哈比那种敞开式书架型易被识别的发射架相比，中国 ASN-301 采用全封闭集装箱式高密度发射布局，可以部署于普通的物流货车、集装箱货轮或大型渔船上，混迹于公路、民用仓库、港口和公海航道，支持整体模块更换，大大缩短了2次打击的准备时间。这种战术让任何一艘民用滚装船和集装箱船都能变成无人机母舰，瞬间释放多达300架无人机，攻击宙斯盾舰的 Sky-6 相控阵雷达。中国各种无人机早已遍地开花，巡飞弹已纳入完整的作战体系，能够适应从边境巡逻到高强度战争的各种场景。2025年93大阅兵，空中无人作战方队首次公开亮相，包括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和舰载无人直升机在内的5型7种装备。这是中国无人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而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的研制历程是伊朗在长期制裁环境下，通过小步快跑的迭代、逆向工程以及全球民用供应链集成，最终实现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过程。沙赫德136本质上是131的1.5倍放大版，通过增加翼展到2.5米和机长3.5米，将航程从1000公里提升至2000至2500公里，使其具备了覆盖整个中东的打击能力。伊朗 Model 公司成功逆向工程了德国 Limbach L550E 民用发动机，量产出国产版 MB-550。这种廉价且高推重比的引擎是136能够大规模量产的基础，集成了民用 GPS、GNSS 模块和惯性测量单元，导航精度一般，没有光电导引头，没有实时数据链，没有雷达导引头，规避了高端军用元件的制裁限制。机身大量使用民用级复合材料，螺旋桨甚至是木质的。整个供应链不是高度集中的军工体系，而是嵌入民用工业的毛细血管之中。所有这些简化只有一个目的，用最低的成本把炸药送到目标点，只需要在发射前装定目标坐标，剩下的就交给自动驾驶仪，无需昂贵的保障设备，任何有基本文化水平的士兵都能操作。至于目标点是雷达、油库还是军营，对沙赫德来说没有区别。面对全球最先进防空系统，单一高价值无人机很难突破，但数百架廉价无人机却可能压垮对方的防御。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发布的战报，伊朗迄今已发射约3600架无人机，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平均每天数百架无人机升空，成为了一种战略消耗工具。这个数量级的无人机攻击对任何防空体系都是严峻考验。美军在中东部署了爱国者和萨德系统，以色列有铁穹和大卫投石索，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最密集、最先进的防空网。但即使如此，也难以实现100%拦截。首先是目标通道的限制，一套爱国者系统最多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但能够同时引导拦截弹的目标通常不超过18个。当无人机数量超过这个阈值时，多余的目标就会成为漏网之鱼。其次是探测识别的困难，沙赫德体积小，雷达反射截面小，飞行高度低，对雷达来说不是易探测的目标。加上木质螺旋桨和复合材料机身，雷达信号进一步减弱。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探测距离可能缩短到几十公里，留给防空系统的时间窗口只有几分钟。第三是拦截成本的不对称，一枚爱国者400万美元，一架沙赫德只有2至5万美元。这个成本差距意味着，即便拦截率达到90%，攻击方在经济上也是赢家。发射100架沙赫的成本约500万美元，被拦截90架将消耗3.6亿美元的拦截弹，剩余10架命中目标，造成额外损失。防御方的代价都远高于攻击方。第四是拦截弹库存的限制，即使不考虑成本，拦截弹的库存也是有限的。一个典型的爱国者混编连在阵位上的待发弹数量通常在64到96枚之间，一旦防空系统弹尽粮绝，后续的无人机和导弹就可以长驱直入。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承认，这些无人机比预想的难对付，美军防空系统难以将其全部拦截，这标志着传统防空体系在面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时的根本性困境。沙赫德有几种典型战术运用，饱和蜂群攻击是小摩托最著名的战术。伊朗通常使用改装的民用卡车作为移动发射平台，每辆车携带5枚，在短时间内从不同方向发射数十甚至上百架无人机。由于其雷达反射面积小，防空系统在多目标处理上面临巨大压力。如果防空系统只有8枚拦截弹，而攻击方发射了12架无人机，理论上必然有4架能击中目标。这种溢出效应是沙赫德战术的基本核心。在针对高价值目标时，沙赫德还会充当开路先锋，在低空慢速飞行，作为第一波诱饵，诱使敌方昂贵的爱国者或萨德导弹开火。后方的反辐射导弹或高超音速导弹会在高空高速突防，迅速锁定雷达信号进行摧毁。这种高低搭配极大地增加了防空系统的过滤难度。针对脆弱但关键的民用工业节点时，其精度足以击中变压器、储油设施，从而导致整个城市停电，瘫痪对方工业生产。而疲劳战术会让防空部队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小摩托2冲程发动机产生的巨大轰鸣声在夜间极具辨识度，一架单价2万美元的无人机进入市区，就能迫使整个城市进入防空警报状态，造成民心恐慌。防空部队人为操作失误增加，最终为后续的精确导弹打击创造机会。在2026年的实战中，部分沙赫德136的电子设备经历了重大升级，增加了低成本的电视红外导引头及数据链。后方操作员可通过卫星链路实时查看画面并微调轨迹，甚至可通过摄像头识别地面特征进行自主定位，这使其从固定坐标打击转变为能打击机动目标的巡飞弹。有的加装了由俄罗斯和伊朗共同改进的4或8通道 CRPA 抗干扰阵列，该系统能自动识别干扰信号的方向并产生0点屏蔽，使得美军传统的 GPS 电子干扰对沙赫德136几乎失效，而沙赫德238直接从慢悠悠的割草机变成了低配版巡航导弹。
小型喷气发动机取代了原先吵闹的活塞发动机，时速从180千米每小时暴涨到500千米每小时，这极大地缩短了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也让传统的机枪高炮手很难通过肉眼和手动操作进行拦截。采用一定吸波能力的黑色涂料，夜间突防效率更高。还发展了红外光电制导、反辐射板，作战用途从单一的固定坐标打击扩展到反炮兵、反装甲、猎杀防空系统等更多场景。伊朗还通常先放一波沙赫德136吸引火力，随后混入几架喷气式的238。原本用来对付慢速无人机的 CRAM 低空防御系统，在面对500千米每小时的目标时，计算提前量变得非常吃力。美军最终主要依靠近程防空导弹或 F-15E 挂载 AIM-9X 导弹进行拦截。2026年伊朗冲突是沙赫德的实战首秀，但其实在2022年开始的俄乌战争中，沙赫德已经进行了预演。我们知道，在这场持续至今的战争中，无人机从配角变为主角，从辅助装备变为主导装备。俄军伤亡中高达80%来自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于2022年8月获得了首批沙赫德131和沙赫德136无人机。2022年9月13日，乌克兰军方在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附近首次击落了一架沙赫德136，这是该无人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的最早物证。2022年11月，俄伊达成协议，由伊朗提供图纸、组件和技术文件，协助俄罗斯在境内建立生产线。俄罗斯在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阿拉布加特区开始组装并生产本土化版本，命名为天竺葵2。其换装了俄制 COMAD-M 抗干扰卫星信号接收机，针对美军和乌军部署的布克或 GPS 电子战干扰系统。天竺葵2的生存能力比原版沙赫德高出3至5倍。采用模块化战斗部，除了传统的穿甲高爆弹头，还增加了温压弹和子母弹选项。为了应对激光威胁，新批次无人机采用了多种对抗手段。机体表面覆盖了陶瓷基复合材料或特殊的消融涂料，这种材料在受热时会发生化学反应，吸收热量并剥离，延长了激光烧穿外壳所需的时间，从2至3秒延长到5至8秒以上。通过改变飞控算法，使无人机在末端攻击时进行轴向自旋，这使得激光能量无法集中在一点持续加热，极大地降低了激光的毁伤效率。这使得天竺葵2的综合被拦截率从早期的90%下降到约65%至75%。随着2026年中东冲突升级，俄罗斯开始向伊朗反哺在乌克兰战场积累的实战数据和战术。据乌克兰情报称，由于伊朗自身的库存因高强度冲突而枯竭，俄罗斯可能已开始向伊朗提供其本土生产的天竺葵2成品或关键改进组件。俄罗斯还正在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数据，帮助其更精准地锁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目标。沙赫德无人机已成为俄伊军事同盟的核心纽带。沙赫德还表明，技术常常以回旋镖的方式返回原点。长期以来，美国国防部一直对伊朗的低成本技术持鄙视态度，但在乌克兰和中东战场见证了沙赫德136如何让数百万美元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后，美军也开始了沙赫德化的进程。Lucas 正是由美国 SpaceWorks 公司在参考沙赫德设计的基础上研制的，单价仅约3.5万美元。虽然在学沙赫德的廉价和量大，但美军的版本依然带有浓厚的高科技色彩。美军的仿制版强调机群间的协作，保留人工介入能力，而沙赫德主要按预定坐标飞。美军开发的型号不仅能从卡车发射，还能从 C-130 运输机，甚至是战斗机挂架上成百上千的投放。在2026年初针对印太区域构想的地域景观模拟演习中，美军通过 Lucas E-Bolt-M 等巡飞弹，针对模拟的航母编队防空网展示了全新的饱和攻击战术。
通过 C-130的速龙系统无人水面艇以及潜艇，在航母编队外围瞬间释放数百架 Lucas。这些无人机集成了 LADCI 系统，能自主识别雷达、通信天线等高价值节点，不直接攻击装甲最后的航母主体，而是模拟攻击航母编队的驱逐舰雷达阵面和甲板上的舰载机，实现传感器到弹头的自动锁定，无需人工远程实时操控。即便航母编队的 Helios 激光武器和电子战系统能拦截95%的无人机，剩下的5%仍能造成关键雷达受损，导致整支编队丧失远程作战能力，并可能在12至24小时内耗尽所有中近程拦截弹药。在无人机群成功吸引火力并造成局部防空网致盲后，美军在模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导弹的突防成功率显著提升。Lucas 无人机已不再仅仅是演习中的原型机，而是作为美军天蝎打击特遣队和太平洋分布式作战架构的核心资产，正是进驻菲律宾和关岛的前沿阵地。截至2026年3月的最新情报显示，Lucas 无人机已经部署在菲律宾巴斯科和卡加延省等关键战略位置。这些地点位于第一岛链，能够直接威慑巴士海峡及周边海域。这些无人机与海马斯和低风导弹系统共同部署，形成多层次、分布式的打击网，旨在维持第一岛链的防御态势。而关岛作为美军在太平洋的战略支点，正成为大规模无人机部署的中转和测试基地，以确保无人机能够快速通过运输机投送到周边岛屿。五角大楼已计划从2026年初开始大规模量产该系统，目标是获取超过30万架低成本无人机，其中绝大部分将优先配置给太平洋战区。Lucas 部署标志着五角大楼思维的重大转变，从追求绝对技术优势转向接受够用的性能和可承受的成本，从依赖高价值平台转向拥抱可消耗武器。这种转变恰恰是沙赫德用实战教会世界的。回顾达尔到沙赫德的40年流浪史，从德国巴伐利亚的图纸到以色列内盖夫的工厂，从中国西北的试验场到伊朗沙漠中的发射阵地，一项技术理念在不断迁徙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技术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创新不再局限于传统军工强国，战争不再是高精尖武器的专利，民用技术可以转化为军用，低端产品可以破解高端系统，数量可以压倒质量。无人化战争也正在改变战争伦理。当进攻方可以不付出人员伤亡代价时，战争的决策门槛会降低。同时，无人化也可能导致战争更持久，因为无人伤亡使战争更容易被接受。中俄美三国的仿制，本质上是对战争消耗比的重新低头，这标志着战争从技术代差制胜回归到了工业产能制胜。在现代战争中，能够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的国家，而不是拥有最先进战机的国家，可能最终控制战场。